2026年4月底 ，GitHub Copilot 发了一份公告，从6月1日起 ，Copilot 全面切换到按 token 计费。原话是：当前的 Premium Request 模型已经不再可持续。说人话就是，现在这套订阅模型撑不住了。如果连微软都说撑不住了，那其他人怎么办？这不只是一次产品定价调整，这是 AI 行业第一次正面承认，过去3年我们用过的所有 AI 产品定价模型在结构上是亏钱的。接下来这10分钟，我想把这件事拆给你看。它牵出的不是一家公司的策略失误，而是一条完整的链条，从订阅一路连到算力，再连到 OpenAI 未来5年的收入承诺，最后连到 Oracle 上百亿美元的发债。先看微软自己 ，GitHub Copilot 之前的订阅19美元一个月，不限量。结果2023年10月就被爆出来，微软平均为每个用户每月倒贴超过20美元，重度用户的成本能跑到80美元。按当时单次 Premium Request 大约11美元的 Token 成本反推，订阅价格根本不够覆盖中位数以上用户的使用。就这样，微软扛了2年多，先是从无上限改到有额度，到今天干脆把账单递回给用户。微软的定价更改也使得整个行业第一次承认了一个事实：按月收钱在大语言模型上不成立。为什么不成立？订阅制能跑得通，有一个前提：平均用户不亏钱，重度用户的边际亏损能被轻度用户摊平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小明每个月只看几小时，交了100元会员费，但只消耗了10元的带宽和版权成本，平台在他身上稳赚90元。大壮全天候疯狂刷 4K 高清剧，消耗了130元的服务器和内容成本，但他同样只交100元，平台在他身上净亏30元。但是平台上绝大多数都是看片时间有限的轻度用户，几百个轻度用户贡献的巨额纯利润，能轻轻松松把少数几个重度用户造成的亏损给彻底填平，让平台整体依然大赚。这就是流媒体的订阅制逻辑，传统 SaaS 都靠这条曲线活着。但大语言模型不是，它的边际成本不接近0，方差还极大。一个偶尔写2段文字的设计师和一个跑 agent 改一整个仓库的工程师 ，token 消耗能差出2个数量级。当最重的1%用户能吃掉平均用户50倍的算力，统一订阅价这件事，数学上就跑不平了。Anthropic 最早对外说的是，开发者平均每天烧6美元，到2026年4月，这个数字被向上修正到了13美元一天，月均算力150美元到250美元一人。重度用户呢，30美元一天，月算力630美元，年化7560美元，一个10人小组，光是 Cloud Code 这一项，年算力账单75600美元。Cursor 也披露了2026年1月。毛利率负23%，如果把未付费试用纳进来，负31%。这就是为什么从 Cursor、Lovable 到 Cloud Code 都被爆出来产品在压低重度体验，订阅制崩塌只是这件事的表层。真正让华尔街睡不着觉的是星际之门计划。星际之门是 OpenAI 联合 Oracle 软银提出的一整套超大规模算力扩张计划，对应着 OpenAI 未来几年绝大部分的训练和推理需求。Oracle 是其中的核心算力供应方。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连着发债，2025年9月180亿，2026年2月又一笔250亿，加上200亿的股票增发，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，围绕 Stargate 累计发债大概1150亿。但 Oracle 自己的口径是要把规划中的产能修完，还需要再投1500亿，现金流方面更尴尬。上一个季度 Oracle 自由现金流是负240亿，一边是历史级别的发债，一边是深度为负的现金流。这家公司赌的是几年后 OpenAI 给的合同收入足够偿付这些利息和本金。那么来看看 OpenAI， 在 OpenAI 内部以及投资人之间流传的口径是，到2030年累计算力支出8520亿，预期收入6730亿，其实还是没盈利，差额本身就触目吧。但更关键的是，要达到6730亿这个收入数字， OpenAI 在2026年到2030年之间必须每年增长250%以上。作为参照，到2028年OpenAI 年化收入要超过台积电全年营收，到2030年做到接近 Microsoft 的规模。这不是不可能，但作为星际之门项目的支柱，这个计划的叙事实在过于乐观，没给任何意外留余地。
华尔街日报报道过 ，OpenAI 自己的 CFO Sarah Frier 在内部对其他公司高层表达过担忧，如果收入增长不够快，公司可能没有能力支付未来的算力合同。再细看一下这个项目本身 ，Stargate Abilene 是这套计划的旗舰数据中心，总投资估算520亿，预期年收入100亿。2026年4月22日 ，Oracle 最新披露，整个1.2吉瓦规划里，目前实际投运的算力只有200兆瓦，不到1/6。同期 ，Larry Ellison 把大约3.46亿股 Oracle 股票用于个人抵押贷款，按当时股价估值大约610亿。意思是，如果 Oracle 股价某天大跌，就会触发个人层面的清算压力，这种压力又会以股价进一步下跌的方式回到资本结构里。所以你能看到 Larry Ellison 的抵押、Oracle 的负债、OpenAI 的增长承诺、星门项目的工程进度，整条链条最脆弱的地方不在某一环，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依托。任何一个掉链子，其他几环都会有垮掉的风险。一个细节是，按照数据中心这个行业的估算，一座100兆瓦级的 AI 数据中心，整个在建成本大约40亿，在100%出租率、中性的资金成本和折旧假设下，毛利率大概16%。要说清楚，这个数字对假设极度敏感，利率、折旧年限、利用率，任何一个变量松一点，结果就好看；紧一点就能压到个位数甚至负值。但即使用中性版本 ，AI 数据中心也不是高利润生意。到2028年底，行业累计宣布的 AI 算力是114吉瓦，在建的只15吉瓦。要让114吉瓦全部满载，并维持16%毛利率，对应的年收入需求是1.2万亿，这是当前整个 AI 行业总收入的若干倍。所以，任何一个数据中心的财务模型，最后都要回到一个问题：谁来签合同？目前为止，这份客户名单基本只有几个名字。以上这些数据主要来自 @Ztron 的一篇长文，他是过去2年立场最鲜明的 AI 唱衰派。文章里高频出现 AI 欺诈、AI 泡沫这类词，所以他的文章肯定是有一定的倾向性。但是事实层面是站得住的。Copilot 转 Token Billing 是公开公告 ，Anthropic 的成本数据是公司自己给的 ，Oracle 的发债规模在公开文件里查得到。Sarah Frier 的担忧是《华尔街日报》披露的。这些信号合在一起的意义不会因为作者的语气改变，但是作者长文的结论部分得分开来看。作者的长文里几乎没讨论任何反向力量，至少有4条 AI 时代特有的逻辑需要考虑进去。第一，算法效率在以非常快的速度提升，同等任务所需的推理算力，过去18个月里在多个公开 benchmark 上下降了1个数量级以上。第二，模型蒸馏让原本只能由前沿大模型完成的任务，可以被小1到2个数量级的模型以接近的质量完成，这直接改写单位 token 成本。第三，推理硬件正在专用化，从 Blackwell 到 Vera Rubin， 再到 TPU 和各家自研芯片，单位推理成本可能会以指数级下降。第四 ，AI 应用本身的产品形态还在快速变化 ，Agent 上下文工程优化、批量推理、模型、路由，每一项都会改变 token 消耗。把这4条考虑进来，5年后的单位经济学和今天可能不是一个数量级。更重要的是，订阅制定价模型崩塌和 AI 是骗局是2件不同的事。前者是产品定价问题，订阅逻辑变了，行业仍然存在，只是估值模型、用户增长曲线得重写。但是 AI 是个骗局，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全局分析后的判断，需要的证据远不止订阅价跑不通。作者把这2件事混在一起，这其实是偷换概念。所以接下来12到24个月需要关注的是：第一，按使用量计费的价格策略在头部产品上的普及速度。Copilot 是第一家，6月1号生效之后 ，Cursor、Replete、Lovable 这批 agent 的产品会不会跟斜率有多陡？跟得快，订阅时代基本结束；跟得慢，说明厂商还在用 VC 的钱继续补贴，问题被推迟，不是被解决。第二 ，Cloud Code、Copilot 这类产品的真实用户平均收入演化，现在订阅天花板已经是每月$250。看企业端接受这个订阅价格的同时，投资回报率是否支持这个价格。第三 ，Stargate 的资金里程碑和 Oracle 的现金流，1.2加瓦规划目前只投运200兆瓦，
剩下的工程进度、下一轮发债的规模和利率，每一项都是公开数字。第四，推理硬件成本曲线和算法效率曲线，这是决定5年后跑同一个 agent 任务。token 成本是今天的1/10还是100%？第五 ，OpenAI 自己每一年的实际增长率，任何一年明显低于250%，整个星门的偿债假设都会被市场重新定价。所以回头看这篇文章，更多的是一份 AI 基建市场的风险清单，但肯定不是作者所表达的 AI 行业要崩盘的预言。AI 当前的商业化叙事，超大规模订阅、超大规模算力、超大规模投资回报率，确实建立在一组高度乐观、几乎没有为坏情景留缓冲的假设上。这套假设可能被未来几年的技术效率消化掉，也可能在按使用量计费全面落地之后被市场一次性戳破。你怎么看 token billing 这件事？是行业回归健康定价，还是泡沫破裂的第一声？评论里见。